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一个患者保证他的鼻子在整个手术后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假设这个整个手术我们本来在设计上就知道这个会对这个鼻子有一个负面的影响，我们就要尽可能去减少这个负面影响对这个鼻型产生的变化，让这个伤害降到最低。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我常常比喻轮廓手术，好像削骨手术、正颌手术，它就像是打地基盖房子。五官手术，比如说双眼皮啦、开眼头啦、鼻整形啦，那比较像是室内的装潢。以这个顺序来讲，应该是要打地基盖房子，正颌削骨后，然后再来评估这个眼睛、鼻子呢，那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顺序。假设说大饼脸、颧骨比较外扩、下颌外扩的人，它会让五官显得比较集中一点点，他的鼻子好小，他的眼睛好小但是其实他这个诊断呢，是因为他的颧骨外扩跟下颌骨外扩的关系就像画框跟图画，你的图画摆在太中间，你的画框太大，有时候你只要画你的图画可能可以不用动，你再把画框选小一点点，那个图画就会得到一个平衡。像额头后缩的人，如果你不把额头给立起来，立起来意思是指我们用特制化额头的手术来调整一个人侧脸额头的倾斜角的话呢，那这些后缩的人做鼻子很容易就会跟额头连在一起，你就会觉得鼻子太长。接下来我来谈整个手术跟鼻子的关系。像后缩脸型的人，会让一个原本应该独立去判断这个鼻子应该是正常鼻子的人呢，它会显得过大，因为你的上下颚骨往下后方旋转，你的鼻子变成在很前方的位置。问题不是鼻子大，而是你的下颚骨很后缩。我们常常在临床上发现，当我们正颌手术做了一个上下颚骨逆时针旋转，把下巴放到正确的位置的时候，他鼻子突然间在视觉上，即便没有做鼻整形，他的鼻子就会缩小了这是一个视觉的效果。我在临床上也常看到一种情况，就是不懂的人，他做了一个非常挺的鼻子，试图要压过下巴的气势，但是呢，这些人做完整颌手术把下巴往后推的时候，你就发现鼻子变得很大，变得非常前面，这是一个视觉效果的问题。另外一个我们来讲歪鼻，当你上下颌歪斜的时候，你的鼻子通常会往同一个方向歪斜。但是呢，如果这时候你要先做鼻子的话呢，上下颚骨歪斜跟鼻子歪斜看起来还算是协调但是如果你这时候硬生生的把鼻子变正了，然后你上下颚骨还是歪的，这时候你的上下颚骨的歪斜就变得更明显。好，这是另外一个例子，跟你讲说，整个手术应该有鼻翼整形手术先做的原因。就像房子地基、房子的结构没有打稳，就会影响到装潢的评估或是评估上的失准。整个手术后建议大约至少等消肿8成到9成，所以整个手术或是削骨手术后3个月后再来开始评估你的五官跟鼻子的手术。整个手术跟鼻型改变的关系，它是一个这几十年来永远在学术界的话题。今天我试着来帮大家归类跟解密。我们把脸型就初步的把它分成凹脸型，也就是说我们称为骨性3类，就是虎斗脸型，跟骨性2类就是凸脸型。我们先来讲骨性3类，就是虎斗脸型。这一类型的人呢，通常会需要上下颚骨的顺时针旋转。他的中脸，因为我们要尝试着让中脸饱满嘛。中脸饱满的时候呢，就会让鼻翼下方的组织呢，或是鼻头呢往这个方向走。当顺时针旋转的时候，遇到箭头鼻的时候，箭头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鼻子很长，然后他的鼻头是往下的，或是像那种巫婆鼻，这种人就非常适合顺时针旋转，因为顺时针旋转的同时，他就可以把这个本来掉下来的 droopy nose 呢，就可以把它给往前推，那么就会是刚好的一个状况。顺时针旋转最怕遇到什么呢？最怕遇到短鼻，本来鼻子就很短，他本来鼻子就很翘，因为呢。顺时针旋转会又让鼻子更翘，那看起来鼻子又更短，或是就是鼻孔原本就已经外露，顺时针旋转会让这个状况会更加的明显。这时候呢，也并不是说完全的无解，而是说整个手术的医生就必须要多做很多的功课很多的外科的技巧来阻止这件事情，或是将这件事情的影响达到最低。那我们来讲骨性2类，就是下颚骨后缩，然后骨性龅牙的 case 这一类型的人，我们要做骨性的逆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意思就是说，包含了上颚会往后，下颚会往前。光是这件事情骨头这样子的移动，这样子的效果，对鼻子本身就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因为我们试着让中脸的组织呢减少支撑，这个鼻子就会自然会挺出。这一类型的移动呢，最不需要担心鼻翼变宽。整个手术，它的上颚骨的手术，就是包含了要把中脸跟鼻翼下方的肌肉跟骨头剥离。那这个动作就一定会造成鼻翼的变宽。鼻翼在整个手术最后的缝合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讲穿了，要把鼻翼
的肌肉、下方肌肉把它给缝紧。有时候我们遇到非得要做很大幅度的顺时针旋转，中脸要通出来的患者呢，我们会刻意的把它缝得非常的紧，有时候会紧到会让你不太舒服。那时候我都会跟客人讲说，你的上体都会有点这样子，因为缝起来的关系，然后会一开始有点不太自然，但是呢，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有时候会需要2阶段的1个月、2个月之后，再把它放松一点点，让它变得比较自然一点点。卫教时间，缝紧的患者呢，通常我会跟患者讲说，你在笑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种拉扯的感觉，你会觉得笑不开来，然后鼻子被拉扯住，然后你的鼻子、你的唇形嘟嘟的上嘴，特别是上嘴唇嘟嘟的状况呢，可能会需要1到2个月后才会比较自然一点点。第一块就是在手术设计上面，透过手术设计对鼻子产生影响的了解跟知识呢，我们尽可能的让整个手术对于鼻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第二块我们能够运作的事情，就是在最后缝合的时候，我们用特殊的缝合技巧来控制这个鼻翼。我们只要把这2块功课做好，我相信整个手术对鼻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那有时候呢，会甚至能够产生正面的影响。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一个患者保证他的鼻子在整个手术后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假设这个整个手术我们本来在设计上就知道这个会对这个鼻子有一个负面的影响，我们就要尽可能去减少这个负面影响对这个鼻型产生的变化，让这个伤害降到最低。在我们的整个手术的经验里面，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够接受，甚至更喜欢整个手术后的鼻型，因为整体的脸型变得更协调，中脸凹陷被解决。所以整个手术是让整体的脸型变得更协调。我们的经验是，大部分人都更喜欢自己术后的脸型以及鼻子，他们都在一个更协调的环境里面。最后就是还是要提醒爱美的朋友，有些整个手术后的鼻型可能不如患者的期待但是还是要请你们了解，有时候这是整个手术对鼻子的负面影响是一个必要之恶，还是要多跟您的医生沟通那建立起一个正确的期待。我会让患者看到很多术前术后的一个改变，然后问他们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的改变。那各位也可以很仔细的看这些鼻子的变化，有时候变化非常细微。在我的经验里面呢，绝大多数的患者呢都能够接受良好的设计、良好的鼻子的手术的控制，这些些微的这个鼻子的改变。